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开车去洛杉矶的市中心带大家看一下。很多人说你怎么不拍贫民窟呢？那我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下什么是贫民窟。其实贫民窟吧，无非也就是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住的地方。其实我有的时候路过那边的地方吧，就觉得很感慨，也想不通这些人怎么搞的，为什么会落成这样。大家今天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大家一看到这个路面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破旧。给大家介绍一下洛杉矶的高速公路。洛杉矶的第一条高速公路1940年就通车了，其他的大部分的高速公路都是1950年至1970年内建成的。最新的高速公路也是1993年建成的世纪高速公路。发达的高速公路系统为洛杉矶地区带来了极大的交通便利和城市骄傲。大部分的高速公路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真的已经非常的破旧了。现在这些老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修修补补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免费的。今天呢是当地时间的1月19号，气温呢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10度。我们看到远远的这个高楼就是洛杉矶市的市中心了。在洛杉矶生活了几十年的人都知道，城市建设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了，住了几十年都这样。而对比飞速发达的中国，基础设施都是新造的，外观上很漂亮，技术也很先进。而洛杉矶的这些基础建设年代真的非常久远，真的也非常陈旧了。中国建得晚，采用最新的建造技术，更高的技术标准，所以呢，中国已建成了基础设施的效率远超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状况也好于发达国家，也可以说后来者居上。远处的高楼就是市中心了。洛杉矶呢是由5个县80多个大小城镇组成的，也就是市中心有30多栋高楼，在这里集中了银行、酒店，还有市政府，也可以说它的金融中心在这里。在洛杉矶的市中心，一边是无家可归连绵不断的帐篷，随处可见的垃圾和游离在街区的人，一边呢是昂贵的公寓、时尚的餐馆和五光十色的娱乐场所。这两种看似永不相连的场景，却在洛杉矶市中心存在很久了。我这开车不小心开到了死胡同，赶快掉头走。这个场景真的让人感觉都害怕。据说呢，美国全美每年有150万无家可归的人，而加州呢是无家可归人最多的地方。根据数据显示，洛杉矶有6万多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有住在街道上、收容所和汽车里。而在这些人中间，打架斗殴、杀人放火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要说起这些无家可归者死亡的首要原因呢，也是因为吸毒过量。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群在街头的居所，什么帐篷呀、临时窝棚呀、汽车等将近有1万处，这些数量每年都在暴涨。洛杉矶的市中心就是这些流浪人口聚居率最高的地区。在洛杉矶的周边的什么威尼斯区呀、圣丹莫妮卡、好莱坞等地，随处都可以看见流浪者。这其中呢，18到24岁的年轻人在无家可归者中也是增长得非常迅速。据说呢，这无家可归的青年数量能达到6000人之多，其中呢还有很多是在读大学的学生。洛杉矶呢号称天使之城，天使之城的这个贫富悬殊真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全世界富人聚焦在这个梦幻的天使之城里，租房的市场有钱人也越来越多，房价呢房租都在飙升。目前超过200万的洛杉矶家庭都将超过30%的总收入用于租房。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经济困难不得不选择露宿街头。因为缺乏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很多患有精神疾病者也长期在街头游荡。
这样呢，让这些有精神疾病的人病情更加的加重，进一步造成了社会治安问题，真的会形成恶性循环的。据说呢，还有一些为了追求明星梦或为追求自由开放的生活，从世界各地来到加州的年轻人，也因为经济困难而被迫流浪街头。南加州洛杉矶四季如春的气候，让这些露宿街头的人成为可能，也让无家可归的现象格外的刺眼。很长时间以来，洛杉矶市呢，主要是把经费花在管束无家可归者上，并没有说安置无家可归者。与这些居高不下的无家可归者数量相比，洛杉矶庇护所的床位数量则排在全美最低。每4名无家可归者中，仅仅只有1个人在庇护所有床位。居住条件好一点的无家可归者，靠租资价格相对便宜的铁皮屋过活，还可以遮风挡雨。租不起铁皮屋的呢，可能衣食住行都要在自己的车里解决。还有一些人呢，白天把全部的身家放在一个购物车里到处流浪，晚上呢，把铺盖从购物车里拿出来，在树丛里或者街道两旁搭起临时帐篷露宿。据说呢，还有很多无家可归的大人和孩子，白天待在什么公共的图书馆里，完全呢看不出是无家可归者，晚上呢就露宿街头。洛杉矶无家可归者遍布的情况在美国并不罕见，这真的折射出美国社会愈发凸显的贫富悬殊差距真的是越来越大，而弱势群体的生活处境真的是一落千丈。洛杉矶的房源也比较的紧缺，房东呢也不愿意把房租租给依靠低保为生的家庭，因为他们随时都会交不起房租的。在美国，每年都有上百人从租的房子里被驱赶出去。大家肯定很纳闷，为什么美国这么发达，无家可归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呢？其实大家常见的一个推测就是他们很懒，不想工作。另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多数人吸毒、酗酒，流落街头，自甘堕落。当然，在街头上，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无家可归的人确实是有精神障碍。无家可归的成因真的非常复杂，跟这些的可能都有关系，彼此间呢也互相影响。这些人呢，为什么不去工作呢？一呢，他们被驱逐出去了，没有固定的住址，无法保持整洁的形象，没有车，没有可靠的电话，信用评分很差。这些呢，都有可能导致他们无法通过背景调查申请到工作。而无家可归的单身成年人酗酒呀、药物滥用呀，发生率非常高。据说这一群体呢，约占无家可归人口的2/3。比如说前 NBA 球星韦斯特曾经沿街乞讨，他曾经每年的薪水能赚到1600万美元。据说一位球迷在休斯顿看到韦斯特光着脚在街头流浪，有人前去询问：“你是韦斯特吗？”眼神迷离的后者回答：“我过去曾经是，但那些生活再与我无关了。”韦斯特患有精神疾病，双向型障碍狂躁抑郁症。据说呢 ，NBA 不少球员都患有精神疾病，包括什么抑郁症啦、强迫症啦、双向障碍啦等等疾病。有的人很幸运，最后能依靠自己或者朋友，或依靠治疗走出来，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路。有的人呢，可能就被彻底击垮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